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上线收看彼岸文化出品的第58期，由海蔚兰女士主讲的主题讲座之《河上花开：中国花鸟画之道》特展当中的女画家。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赵佩瑶。每一次呢，我们的讲座都会有一些新加入的朋友们，所以佩瑶希望先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彼岸文化。彼岸文化从2020年6月开始，在线上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讲座。主创团队一直秉承着用原创的视角和精心打磨的内容，将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研究领域以及博物馆界的影响，以一种多元化的形式向大家展示出来。在纪念张爱玲100周年的系列讲座当中，以美国南加州大学珍藏的张爱玲遗物展为切入，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国际著名电影演员陈冲和 UCLA 大学中国电影文化研究专家 Michael Berry 白瑞文教授进行了一次关于张爱玲作品在影视化当中的探讨。前不久呢，彼岸文化携手伦敦大英博物馆，共同揭开了筹备整整5年的大型展览《晚清百态背后的故事》。这也是全球首个涵盖了整个19世纪中国的大型特展。它以近代人物的故事来展现当时中国非凡的韧性和创造力。在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首席研究员焦天龙博士的讲座当中，我们也得以窥见了清宫典藏的秘密。在中国历代皇家收藏当中，清宫的典藏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因为清朝的毁灭和进中国的混乱，清宫收藏文物也是因此流散。在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也是开启了从博物馆的视角来展示和介绍清宫典藏的新篇章，为大众近距离的欣赏和体验清宫的收藏提供了平台。除了为大家提供精品的线上讲座之外呢，彼岸的线下活动也是精彩多多、惊喜多多。2024年1月20号，彼岸文化诚挚的邀请您一瞥中古珠宝的世界，穿越时空，品味百年风华。在这一次时光之美的分享会当中，您将收获到业内人士为大家讲解中古珠宝的魅力。首先呢，会带您来展示一下珠宝，近距离的感受中古珠宝的魅力。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中古珠宝的鉴定环节，您可以带上几件心爱的中古珠宝，我们请专家为您鉴定年份和新老。欢迎您在彼岸共同和我们感受百年的典雅之美。那么佩瑶刚刚提到的这一些精彩的往期内容，大家都可以在 YouTube 以及哔哩哔哩的彼岸文化频道当中找到。在这里呢，呼吁大家在 YouTube 上搜索彼岸文化，然后点击订阅 Subscribe，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添加微信 BACLAA 进入彼岸文化的微信群，我们之后的信息都会在活动群中进行公布。说了这么多，正式进入到本期的精彩讲座。我们说啊，明清女画家的才华从各种渠道就已经是显现于世了，不容忽略。因此呢，和尚花中国花鸟画之道的特展也是特意选择了不同背景的8位女画家，结合展品将会介绍她们各自的成长过程以及她们艺术品的特征。其中呢，包括了马香兰、廖佳慧、马全、韵冰、韵兰溪、李珏、王彩萍、爱新觉罗、韵英。本期的讲者是海蔚兰老师，华美协进社高级副社长，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馆长暨总策展人。和尚花中国花鸟画之道特展的领衔策展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荣获《纽约时报》专访以及整版介绍的中国艺术策展人。海芬兰老师著有《策展哲学：中国艺术在美国》、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的55年，以及海蔚兰谈海外国宝、百老汇的中国王子等艺术及文学著作，并且曾为彼岸杂志《美国闲话》的专栏作者。好的，接下来呢，有请海蔚兰老师正式为我们开讲。好的，好，朋友们好，很高兴又有机会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和尚花中国花鸟画之道这个特展的里边的8位女画家。上一讲呢，
我们可以说是从一个整体上面来比较整体的介绍了一下中国花鸟画。它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绘画形式啊，从观察记录大自然的花草、禽鸟的习性，来感悟和实践天人之道。上一讲呢也讲了和尚花中国花鸟花之道特展的一个策展构思，是从院体、室体和花鸟画与中国人的生活习俗这三部分来寻求中国花鸟画的本质。上一讲呢，最后是以八大山人和尚花图卷为例，表现通过花鸟画的形式，八大山人来记录他寻求生命真谛的旅程和体现他独立不羁的人格。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这个花鸟画之道特展的8位女画家，他们的作品，我们会从一个比较微观的角度啊，来说说他们的故事，他们作品的特征，以及他们作品里面的这个文化内涵。那么刚才这个佩瑶已经介绍了这8位女画家，她们的名字呢，我就底下一一讲的时候我再介绍啊。第一位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女画家呢，是这个马守贞，这是在我们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纽约展陈时候的一张效果图啊，一张图片。马守贞呢，出生于1845年，明代，她卒于1604年。她的字叫玄儿，好香兰又好月娇，是明代的时候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人。他大概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青楼，得到了这个才艺方面的培训，所以他在12、13岁的时候，他画这个兰花就已经非常有名了。那个时候，不但国内有人托朋友啊找他画这个兰花，甚至他这个画兰花的名声都传到了亚洲，泰国都有人写信来要求买他画的这个兰花的这个扇子。所以她这个名声啊，听说她不是长得很漂亮，其实关于她的这个记录是很少的，就是在明清的笔记小说里面有一些零碎的记录啊。但是呢，她确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南京明清的时候，那个有一个群体是著名的秦淮八艳，那么这个马守贞呢，也就是这个秦淮八艳之一，与这个董小宛、李香君、顾恒波、寇白门、陈圆圆、柳如是、碧玉京都是同名的，齐名的，是当时的秦淮八艳之一。说到秦淮八艳呢，有些朋友们到过南京，有些朋友们可能没去过。这张画面呢，是1600年的时候的南京，差不多跟这个马香兰生活的时代差不多。大概可以有个印象，知道这一条非常非常著名的河流在南京，秦淮河。它的传说要从秦始皇的时候说起了。说秦始皇的时候到南巡的时候，江南的时候，他的方士们告诉他，金陵这个地方有王气，几百年以后会出帝王。那秦始皇当然不愿意有其他的人来夺他的天下了，夺他的江山呢，所以他就要破这个龙脉。据说秦淮河就是这样，把这个山脉砍了以后引水，变成了这条秦淮河，所以叫秦淮河，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么像这张图片呢，可能比较接近这个马香郎当时生活的这个秦淮河的样子，有10里秦淮。这段儿很可能，看后面那个宝塔，很可能是这个南京大报恩寺的这个塔啊。那么这个秦淮河呢，就是明清以来，就是在南方那些青年学子要考试，要通过科举考试，他们都要到南京。南京是一个总的考场，所以在10里秦淮呢，一边这个河的一边就是这个贡院，考试的院，考试的场所，然后还有一边呢就是这些名妓们待的这些青楼和旧院啊。这是当时的一个场景，让朋友们有一个环境这样的概念啊。那么这张画呢，是这个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刚刚有一个展览展这出画呢，刚刚结束，1月7号刚刚结束。这张画呢，传说是马守贞画的啊，
那咱们可以看一下这张画，我想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首先看到他画的兰花、竹子，还有石头。竹子是从这个石头背后这样长出来的。这只兰花呢，朋友们请注意，这一笔非常的往上扬的这种挺拔的这种架势啊，其实是不太容易这样画出来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他自己题的诗。这个地方呢，他自己提了两句诗。我们看马香兰他自己提的诗啊，因为他这两句诗呢是隐含了他自己住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名称。他自己住的地方叫幽兰馆，幽兰馆是在什么位置呢？在这个秦淮河，当时有一座桥叫丸月桥，其实我现在都不知道那座桥在哪，但是据说他住的地方叫幽兰馆，就在秦淮河的丸月桥的这个旁边。那么他这自己提的两句是说什么呢？他说：“翠影抚湘江，清风泻幽谷。”所以这个幽谷和他画的这个兰花，实际上就藏着他自己的这个馆歌的名字幽兰馆。还有一首诗，挺有意思的，可以读一下的。这一条东西把我这个挡住了，我这个看不，还有一首诗，那个朋友们可以看见，题名是这个王志登。因为这个屏幕上面有一行挡着我，我读不了第一句的两个字是什么啊？第一句是什么？三春雨，底下是幽兰酒晚香，山斋人独坐，对酒独骚经。这个王志登呢，你看给他提的这个诗哈，提到他的画上面，这个人在马香兰的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王志登是什么人呢？他实际上是这个苏州那边的一个书生嘛。到南京来赶考的时候呢，就是认识这个马香兰了。他们俩一谈得很投机，但他只是一个穷书生，他知道马香兰对他有意思，但是他都一直不敢答应他。后来他到北京又去飘了一下，飘也没飘出个什么结果来。后来又给退回到了苏州，他就觉得自己根本都没办法迎娶这个马香兰嘛，所以他就想就是跟他就保持距离。但是这马香兰就一辈子都守着他，所以这个马香兰守了这个王志登一辈子，最后还是就是寂寞的、孤独的，就是老去的。但是呢，他在这个王志登70岁生日的时候，他赶到苏州去，买了船到苏州去为他祝寿，住了什么几天几夜，还是一个月，反正又唱又弹的。结果回到南京以后，他就生病，后来就去世了，终年是57岁。这个马香兰她一辈子她的画画啊，就特别喜欢画这个，特别喜欢画兰竹。这个竹和兰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君子之会，就是君子花中四君子嘛，是君子们喜欢画的一个绘画的题材。还喜欢画石头。上次我已经讲过，石头是作为一个坚定永久的这么一个象征，他就特别喜欢画这个。呃，那么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个绘画的题材啦，实际上也是反映了他自己这个人，他自己这个人格，他自己这个人格虽然是在青楼当中，但是呢，借着兰、竹、石这样来表明他自己的心智，表示他自己这样高洁、不群的这样的这个性格。那这首诗啊，这儿有一首诗也非常可以说明他自己这样的个性，这是他自己写的诗，题在另一幅这个墨兰图上面。这首诗道：幽兰深浅挺，含熏带清风。清风脱然至，饯别消哀中。由此可见，他自己是把自己说他清高也好，怎么样也好，他是有自己的追求的。那朋友们，咱们再一起来看看这个兰花，这个以兰花著名的这个画兰花著名的这个女画家，她的笔法。前面的一幅兰花呢是用墨笔一笔就给它勾出来，这个兰花呢是用的双钩法，但是用双钩法，朋友们也可以看见它这个兰花是不是很有姿态呀、这样的这种笔触出去其实不是很容易的。
他除了王志登是他一辈子的朋友以外，王志登顺便讲一下是文征明吴门四家那个文征明的学生。文征明还有另外一个学生叫周天球，这两个人都是在明代挺有名的这个书生吧，都是才子哈。他的另一位这个朋友周天球就这样说：这个画兰花虽然看起来就这几笔，实际上比画山水画难画，因为他这个一笔下去之后就是定型了，你就没办法改变了。山水画可能万一有一笔什么不太好，可能那个皴法你再给它还可以遮盖一下。可是兰花这几笔要下去，就是一锤定音，是挺难画的。不过即使这样，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马香兰，她也从13、14岁开始就以画兰花有名。呃我刚才就是已经说了，全国各地人，包括亚洲，都有人向她就是买这个兰花。那像在南京当地，因为这个马香兰画兰花非常有名，在这个民间传说里面，以前是非常讲究的，就是每年在这个花神生日的时候，2月12号是要到花神庙去祭祀花神的。每个月呢也有每个月的花神，在南京这个民间传说里面讲到12花神的时候，会把马香兰作为兰花神这样来供奉的。所以也可见他这个画兰花画的非常的有名。第二位我要介绍的画家呢叫缪家慧。缪家慧呢生于1841年，是一个19世纪的画家，她是云南人，字素云。她的丈夫早早就过世了，所以她自己呢是靠弹琴和卖画画来为生的。后来呢，这个云南的督府，也就相当于现在省级的一个什么官员哈，把他的画作呢推荐给了慈禧太后，所以慈禧太后呢就把他选到宫里面，作为这个宫廷的画师来教慈禧太后画画。有的时候呢，也帮慈禧太后这个代笔啊。这4幅画是在我们这个和尚画中国花鸟画之道里面展出的他的这个作品。像第一幅，从右到左的话，可能就是喜上眉梢呀；第二幅那个公鸡和鸡冠花，可能就是冠上加冠啊这样的寓意。第三幅是松鹤延年，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第四幅呢，一只猫和这个牡丹花，那可能就是表现的这个长寿和富贵。我们底下会再继续的说一下。因为刚才讲到他是慈禧太后的这个画师啊，教他画画的。就是很感谢这个丹佛这个艺术博物馆有一幅这个花卉草虫的画稿，可能是缪家慧的这个手笔啊。朋友们也可以看见，以前这个学画画，这个老师就是这样教学生的，画了以后老师会点评的，怎么点评呢？画个红圈圈这个办法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反正挺好玩的。这个地方画了这个蓼是一种花儿，底下我们还可以再看到是一种草本植物，长在水边儿一般是秋天的时候开。然后还有螳螂，看见那个螳螂的爪子反正这个画儿画的画的挺生动的，虽然是个画稿啊。那么这个廖家慧呢，实际上很得到这个慈禧太后的宠爱吧。在慈禧太后17、18个这个宫廷画师里面，他恐怕就是除了咱们刚才看见那个画稿以外，他这个画画也是经常为慈禧太后代笔的。为什么呢？朋友们可以先看一下他的画然后和一会儿再介绍一些女画家的画风做比较。这个廖家慧的画呢，实际上蛮大气的，很有阳刚的这种气质。据说呢，慈禧太后她是比较喜欢大气和粗犷的风格的，所以这可能是她就是喜欢缪家慧做她老师的一个原因啊。底下我们简单的讲一下中国花鸟画的这个花卉也好，禽鸟也好，禽兽也好，其实都有非常深厚的寓意，这是中国花鸟画非常鲜明的一个特征。那像这两幅画呢，这两幅画有什么含义呢？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大公鸡。朋友们可以看见，这幅画的组成是石头、菊花、鸡冠花和大公鸡。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公鸡。大公鸡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是被称为五德之情，有5种德性。啊，那哪5种德性呢？有文武，勇勇敢的勇，仁慈的仁，还有信，就是讲信义的信。那么这些呢，都是作为一个君子所应该有的品格。所以这个公鸡呢，大公鸡呢，也就被视作有这个
君子之风的五德之情。为什么说有这个五德呢？文就是他头上那个红的冠啊，红冠好像就是这个文星，咱们中国人要拜这个文曲星的，是文曲星的一个象征。那这个寓意呢，就是鸿运当头，步步高升。武呢，它怎么有武德呢？朋友们可以看一看它这个鸡爪子是不是非常锋利啊，有劲儿，很锋利，就好像是一个威武的斗士一样。勇呢，这个大公鸡看见有任何不管是什么来欺负他们的小鸡雏的时候，它肯定第一个冲上去保护他们的鸡宝宝们，所以它非常勇敢。讲他的仁德是什么呢？当找到食物的时候，他不会一个人独享，他会用他的叫声，咱不知道什么叫声啊，他会用他的叫声把他的伙伴们招呼过来，一起共享那个食物。信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要守信啊。这个信，你看是不是从公鸡的身上，咱们也可以得到借鉴？这个大公鸡总是非常准时的来报时啊，来报晓。这个特征呢，就成为忠诚和守信的这个象征。菊花当然是一个生命力非常顽强的花儿，傲然不屈，象征着坚定不移的精神。那加上鸡冠花呢，这个冠字呢，就和当官的官也好，和当官以后头上要戴的那个冠也好，都是同音的，所以这个也可能就是官上加官，就是表示着要步步高升这么一个意思。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猫，这个猫是挺可爱的吧？可是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不仅仅是很可爱、很好看啊，还是有寓意的。这个猫呢，和另外一个词儿和另外一个字，同音，那个字是什么呢？是也叫同样的字，猫，两个字老毛叠在一起就叫毛。这个毛呢，就是指七八十岁的老人。然后牡丹花呢，上次我也简单的讲了，牡丹花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是代表富贵的，所以这幅画儿的这个含义呢，就会是有富贵长寿的意思。那也许朋友们会如果说不太了解的朋友可能会很好奇啊，为什么牡丹是一种富贵的象征呢？其实这个中国的文化里面，每一样东西说起来都有很长很长的故事，所以这个要说牡丹的富贵呢，说来就话长了。反正简单的来说，牡丹花从唐代以来，在唐代的时候，简直可能就是人人都非常喜欢的。唐代嘛，大唐这个盛世，它也有那种盛世的这种气度啊。那么这个牡丹花开得非常雍容华贵，跟它这整个时代的气质也很吻合。那在当时的话，唐代就是差不多家家都种这个牡丹花，也有很多专门培植特殊的牡丹花品种的这种专业户。啊，那么官员们呢，士大夫们呢，差不多家家都有牡丹花的花谱和花那个谱印。那像这个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就写过《洛阳牡丹记》，啊，就是讲述这种名花也好，花名的由来也好，和包括当时的风俗、插花呀，这个牡丹和娱乐活动的结合呀，等等等等。就是到现在啊，这个朋友们都知道，洛阳还有非常著名的这个牡丹花卉啊，这样的牡丹节，就是要追上去的话，可能就可以追到唐代的这个历史了。所以这个都非常非常的有历史。那么这个牡丹富贵这个话是谁说的呢？唐代的人非常享受了这个牡丹的这个雍容华贵的姿态，但是说牡丹富贵的这个话呢，是一直到宋代有个学者叫周敦颐，在他的《爱莲说》里面他就讲了，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牡丹呢是花之富贵者也，牡丹之爱宜于众人，就是说大家都会喜欢这个牡丹花的。牡丹是一个代表富贵的这么一个花儿。当然，他作为一个学者，他自己是特别爱莲花的，爱荷花的，所以他自己写了《爱莲说》。底下我们再介绍一下第三位艺术家，我们要介绍的是叫晕兰溪。啊，这是晕兰溪和她的丈夫邹一桂合画的这个8幅画在展览里面的情况。这个8幅画呢，我不知道有时间没有，请朋友们，你们可以就为着好玩，你们看一下，这里面有5幅画是她丈夫画的，邹一桂画的，有3幅画是她画的。你们可以默默的自己猜一下，有哪3幅是她画的？
我要讲这个故事很好玩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展览在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时候，有好几波美国人的这个团，我让他们猜的时候，有一次我非常惊讶，有一个美国人哈，他一下就猜中了哪三幅是晕兰溪画的，我非常吃惊。我说你凭什么知道那三幅是他画的？他的这个选择的这个角度非常好玩。他说：“你看这个8幅画里面有3幅画，它的整体的构图是比较空灵的，他就按照这个，他就一下就选定了3幅画是云南西画的。那么我们这儿就来就是简单的看一下，你看这个云南西画的牵牛花，云南西画的这个桃花，它这个桃花呢上面题的是武陵仙，朋友们也注意到，它这一个整个册页8幅册页，这个我一幅都没删，每幅都选了。叫相借八仙。像这个武陵仙呢，就是和这个武陵源可能是有关系的。武陵源朋友们都知道，都是这个六朝时候陶渊明的那个《桃花源记》啊，那个渔人丢掉了，然后走进一个山洞，发现一个人间天堂啊，那是跟这个有关的啊，所以那也是桃花嘛，桃花盛开的时候，渔人迷路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一幅。还有这一幅是叫这个给遮住了，但我记得是叫罗浮仙，罗浮仙。这个罗浮山呢，朋友们也知道，特别如果有广东的朋友们的话，你们非常幸运，在你们这个岭南有一座这么有名的山，罗浮山啊，是一座神仙道家的这个道家的名山之一。所以朋友们也可以看这一幅画儿，它整个的构图，在这个右下角有一个淡淡的月色，一个满月，但是没有把它完全画出来，只有画了一角。然后这个老老的这个梅根啊，很有力量，但是生出来这么一朵梅花，这个非常有禅画的这个意境。以下呢，我介绍一下，第4位女画家是叫李珏。李珏的这个生卒年不详，包括刚才那个晕兰溪，她的生卒年也不详，因为她的丈夫我们知道啊，她是出生于这个1686到1772年，所以我们大概知道晕兰溪的这个日子，什么史书上面也没什么他们的记载啊。这个李珏呢，她的生卒年也不详，所以朋友们也可以知道，虽然当时有很多女画家，有些可能所以这些资料还都是很不完整的。那么按照她的画作上面，这幅画作上面自己提的纪年呢，这个画作是作于1893年，所以他是一个19世纪的画家。他是哪里人呢？他是咱们江苏武进人，也就是现在的常州人。她的号呢叫如琼，如果的如，琼花的琼叫如琼。她的丈夫呢是江西婺源人，叫齐梅孙。他们的资料都非常少。现在按照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仇英的画叫《人物故事图册》，在这个上面有一刻印，叫齐梅孙、李如琼同观，也就是说，这个夫妻两个曾经在一起共同的欣赏过仇英的这本图册。那么，这个从侧面就是说明这个夫妻两个都有共同的爱好，他们都是非常喜欢画画的。嗯，此外呢，按照这个有一本书叫《毗陵画真录》，就是记录毗陵是这个常州的一个古代的这个名称，从西晋的时候就开始设立这个毗陵郡，所以有毗陵这个旧称。那么有本书叫《毗陵画真录》，是记载常州古代的画家的。在这本书上呢，就记载到这个李珏啊，他就是画这个花鸟画得非常好。他甚至也画过百花图卷，因为百花图我一会儿要说的，所以我提一下他的名字。他曾经画过的百花图卷，按照这个书的记载啊，长10丈。10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十丈就相当于33.33米，那有多长呢？朋友们想一下。所以这个书上记载，他这个百花图卷10丈之长，画的花儿都是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什么花儿，所以这个大千世界，可以让我们去观察和欣赏和享受的东西太多了。他画了10丈的那个花儿，别人都不认识啊，所以很有意思。他这幅画儿呢，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是以墨补画法画出的，这个花姿非常的妩媚，或者是这个含苞，或者是绽放啊。
这儿看一下这个局部，这个真是美的不得了。这个墨骨画法呀，画的真是非常的娇嫩，简直是让人，反正是太美了，刚才他们就是太美了。中间的这个花呢，旁边两朵朋友们都知道肯定是荷花，这个中间的这个呢，就是刚才那个廖佳慧教这个慈禧太后画的画稿上面有的那个蓼是一种水边的草本植物。它有开白花，也有开这样的粉花，其实非常好看。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是把它作为一种调料的，可以跟鱼一起煮，就像韭菜啊、葱啊这样的去腥的一个东西。再底下一位画家我要介绍叫王彩萍，王彩萍的出生年月咱们不知道，但他卒于1893年，也是一个19世纪的画家。他是江苏太仓人，他是一个诗人，也是个画家。他其实出身于一个世代的书香门第，他是清初著名的四王的后代。他的母亲呢，也是常州词派创始人的这个家族里面的一员。当时他的母亲就是一个当门才女，有这样的声誉，所以这个王彩萍呢，就出生于一个具有非常深厚文化底蕴的这个家庭。他和他的妹妹王彩帆都是当时非常知名的诗人和画家。那么他的山水画呢，是继承这个他们自己王室的家法。他的这个花卉呢，是从学习宋元的名家，还有这个晕寿平，就是常州画派晕南田的这个墨骨法。同时他自己的书法也非常好，篆书也好，隶书也好，楷书也好，都写得非常好。他曾经被这个清代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李鸿章，他曾经给李鸿章请到家里面作为家庭的教师。那么这一张这个团扇呢，是画在这个金剑的纸本上面。朋友们可以看见，它这个就是用工笔画的工笔重彩，画的非常非常的典雅。然后呢，有些局部也是用这个墨骨的办法给它染出来的。题款呢表明这幅画呢是送给长辈祝寿用的，以借眉寿。以借眉寿说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历史的这个一个祝寿词吧。可以一直追溯到2000多年前先秦时代《诗经》上面，《诗经》的冰封7月上面就说唯此冲酒，以戒为寿。所以朋友们下次也可以把这个立刻的运用一下，有这样的场合的话。然后我要介绍的一位画家是叫爱新觉罗·玉英，旁边一幅比较小的轴子就是他画的，这是在我们那儿展陈时候的效果。爱新觉罗·玉英，他出生于19世纪末清末，这幅画就是按照他的就是他自己写的日子呢是1929年。一看他的名字，朋友们就知道他是满族人，是清代皇族之后。他的父亲呢是和这个末代皇帝溥仪是同辈的。那么在他的家族里面呢，有几个人就是溥氏啊，溥雪斋、溥心畬、溥儒，大家都知道。溥义斋可能是溥雪斋的兄弟辈儿的。他们曾经有5个人是一起组织的一个画社，成立于1925年，在北京还是天津，叫松风画会。最后大家熟悉的这个书法大师启功也是这个画会的人。那么这个玉英从小呢，就是耳濡目染的，他经常的就是到这个松风学会去，就是学画画啊，听到所有这些名家们讲述画画，他也临习了很多宫廷珍藏的名作，所以他能够画仙鹤、画老鹰、画锦鸡、画荷花，所有那些寓意吉祥的这个富贵之物啊，他都喜欢画。他的画风秀丽，格调清晰，是可以代表清代宫廷画家的这么一个传人之一。那么这一幅这个画呢，叫《足韵图》，构图很空灵的，你看有很大的块面，很虚的。那么在竹叶这个它的画法呢，也是一个工笔的画法，画的非常工致，色色也很典雅。在这个绿竹的中央啊，其实在这个画儿的上面是有一个看的，一定要看原画才看得见，有一个很大的蜘蛛网。所以从很大的蜘蛛网，朋友们一看垂下来一只蜘蛛，这个蜘蛛画的非常仔细。要真仔细看的话，这只蜘蛛是放大了的。可能当那些美国观众来看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蜘蛛侠啊。啊，这个画呢，就是
除了这么欣赏它的画法以外呢，它有什么含义呢？蜘蛛，就是朋友们都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儿，知足，是不是？蜘蛛和知足，它那个音是相谐的，很谐音。竹子呢，因为它是四季常青的，所以是常绿。这个绿呢，也可以和乐，快乐的乐，在音训上面它是通的，这个音是通的。所以呢，这幅画的寓意呢，实际上是知足常乐，知足常乐。好的，再一次感谢海蔚蓝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讲座内容呢，也会更加的精彩。稍后我们也是会和海蔚蓝老师一起交流互动，所以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在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之前呢，佩瑶先给大家做一个小预告。彼岸将会在美西时间的2月23号晚上的7点钟，北京时间2月24号上午的11点钟推出我们的下一期讲座，那就是与大师同行之探索伊斯兰与东西文明的博物馆之旅。提到波斯湾的两个著名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富得流油的石油天然气豪国，还是不断刷新着世界最高摩天大楼的建筑狂魔呢？这里还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和奢华酒店的度假胜地。但是啊，如果说这个两国三城正在构建新型的全球文化艺术和创意中心，您会不会想要去了解一下呢？在2023年的10月份，彼岸文化和途风旅游联合策划了与大师同行的文化艺术游系列。在彼岸文化艺术顾问、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陆仲彦教授的带领之下，艺术游爱好者们是一起解锁了阿拉伯世界这一块新兴的文化艺术宝地，开启了一场充满了深度和魅力的文化之旅，并且呢是在相当热烈的氛围当中圆满收官。在下一期讲座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陆教授来和我们分享本次艺术之旅的点点滴滴，让我们一同回顾彼岸与大师同行系列的文化艺术游。所以呢，在下一次2月23号晚上的7点钟，北京时间2月24号上午的11点钟，佩瑶期待和大家不见不散，共同来重走这个艺术之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海蔚蓝老师继续为我们开讲。好，好，朋友们好，我们继续接着讲啊。底下我要介绍的是最后两位这个和尚花中国花鸟画之道特展当中的女画家。这两位呢，在清代的时候就享有盛誉，被称为清代的双绝。这两个具有双绝名号的女画家是谁呢？第一位就是马全，在这个陈列图里面，朋友们可以看见右手的立轴和那个墙上的册页，就是这个马全的作品啊。我们先介绍他的这个花卉草丛册。这个马全呢，又是生卒年不详啊，所以朋友们看看当时对女性还是没有完全的这个能够照顾到啊。他是江苏常熟人，活跃在雍正和乾隆年间，大约就是18世纪的人。他是这个画家马元玉的后人，也有说是他的女儿。那这个马家呢，实际上是很有这个绘画传统的。这个马元玉是这个画画的，马元玉的这个就是父亲马梅也是一个画家。所以这个马全呢，也是从小就在一个非常富有艺术氛围、艺术才华的这个家庭里面长大的啊。他的这个绘画传承的这个家法呢，而他这个父亲马元玉呢是跟着殷寿平学画画的，所以他的这个画法里面也是有很大的部分是用墨糊法来画的。不过呢，他自己是以勾染法闻名的。这个勾染呢，就是说是一件东西，一个被描绘的对象是会有勾线的，然后再慢慢的染上去。墨骨呢，就是说是不勾线，就是直接的把墨也好，色也好，直接的就上这个画面，就给它构成一个形象。这幅花卉的册页是他的代表作哦。除了他这个花卉呢，一般是以这个墨骨画出，它的叶片呢是用这个淡墨调这个花青，勾出这个经脉，呃，
宫中带血这么一种笔法画的。这一组图片呢是选了3张，是他的父辈或者是他的父亲画的。在这儿，朋友们可以感受一下，就是说一个艺术的家庭，他的父亲画画就画的很有名。这一套册页是在洛杉矶啊，洛杉矶的这个西海岸的朋友们就在你们那边呢，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他们今年2024年装修完了以后就要重新开馆。所以他那儿也有很精彩的画儿。他们开馆以后，你们就是近水楼台，可以去欣赏。这个册页是马元玉，可以看见他的水平。所以你想，这个有其父必有其女了啊。所以这个马全他的画的也是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好。那么我选了这2幅，就再具体的讲一讲啊。这个他这个画非常好，朋友们一眼都能可以看见。那么这个画有什么含义呢？就让这幅画就有更深厚的，除了画面以外，底下还有好几层的含义啊。朋友们先看左边这一幅，这是罂粟花吧？罂粟花和石头，还有一只蝴蝶飞来。首先看这个罂粟花，你看有含苞的，都是绿的，一点都没有其他颜色，还有打开一点点花骨朵的，还有半开的，还有全开的。这个罂粟花呢是非常娇美的，在花店里面也就是当季可以看见，都是好像很娇弱、很柔美的。这个花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历史和文化当中呢，是和一个很著名的故事有关的。朋友们都知道，张艺谋好像还拍了个电影的，是叫《霸王别姬》。那这个罂粟花跟霸王和这个别姬又有什么关系呢？据说这个楚霸王项羽啊，就是逃到这个乌江，那时候觉得他就是已经打败仗了，所以他最喜爱的这个爱妾虞姬呢，看见他的心爱的这个大王到这个地步呢，他不想让他为难，所以他自己就自刎了，自杀了。据说这个虞姬死后呢，在她死的那个地方呢，地上就长出了这么美丽的罂粟花。所以朋友们以后可能会看见有些人会题诗，什么"垓下英雄泪"呀，又是什么什么，反正又跟这个花儿联系起来。那就是讲的这个《霸王别姬》的这个故事，就把这个罂粟花跟虞姬这个故事是联系起来的，所以它也是代表一个爱情的这个象征，是一个爱情的象征。那么蝴蝶呢，朋友们就知道，咱们中国这个文化里面有许多跟蝴蝶有关的这个故事啊。从庄周梦蝶开始啊，讲人生如梦，对生命状态的一种体悟，或者对生命真谛的一种思考，是这样的一种象征。还有呢，梁祝化蝶，梁山伯祝英台的这个爱情故事，所以这个蝴蝶呢，也可以变成一种爱情的这个象征。然后这个蝶呢，跟另外一个字蝶，我刚才说的那个毛是老和毛这2个字合起来，这个蝶呢是老和智合起来叫蝶，也是代表70、80岁以上的老人。所以呢，有的时候在这个中国花鸟画的组合里面，猫和这个蝶在一起呢，就代表这个猫蝶，就是代表老人。如果再加上一个松树也好，或者代表长寿的这个符号也好，那就是代表祝寿、长寿这么一个意思。就是中国这个花鸟画里面玩很多这样图像的这个组合，或者用这个谐音，这个就是或者交错起来，反正有很多很多的延伸，就是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蝴蝶呢，就是代表美满爱情啊、白头偕老呀，或者生命蜕变、重生的这种长生的或者永生的象征也好呀，有许多的含义啊。底下咱们再看另外一幅，这一幅在中国花鸟画里面大概是不常见的，朋友们可以看见那是什么呀？我们要说是蚕宝宝啊，就是蚕嘛哈。看见那个桑葚，还有这个蚕，有的在那儿吃桑叶，还有这个蛾子在另外一片叶上有这个蚕，这个蛾，这个真的是非常少见。为什么也把这个绘入画呢？说实话，这个确实很少见。但是这个蚕和丝绸，朋友们都知道，咱们中国是发明丝绸的这个国家，丝绸和瓷器
几乎可以代表中国这个物品的象征，从很早就开始啊。那么这个蚕和丝绸这个发现呢，据说是皇帝的这个妻子嫘祖发现的啊，成为了，所以它也变成了这个蚕丝神，是中国的蚕母。那么因为这个蚕丝是一个非常闪亮、轻薄、很神秘的东西。那么在中国丝绸起源的时候啊，也是非常贵重和稀有的物品，所以它常常是和最重要的祭祀是相关的。而且呢，就是看到这个蚕宝宝就和这个蝴蝶一样，就是它好像有一种重生，因为变成蚕，然后变成一个茧，然后破茧，然后变成一个蛾，然后就是古人就看见这种昆虫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就对生和死，又从死到生，就这种念想，这种生死的观念啊，他们就会相联系起来。所以就把这个蚕宝宝就是作为一种非常好像有一种神圣的这个力量在里面吧。那么丝绸品呢，就在敬鬼神的时候，做这种所有祭祀礼仪的时候，都会来运用，作为礼服也好，作为祭服也好，作为丧服也好，甚至呢，认为这个丝绸啊，有一种可以让人再生的这个力量。朋友们都知道，在湖南有一座非常非常有名的，差不多2000年的这个2000多年的这个汉墓，是马王堆的汉墓。这个马王堆的汉墓的1号墓的墓主啊，是这个有一个是叫那个歹侯夫人。歹侯夫人那个出土的时候，她的那个身上裹了20多层的衣服啊，20多层的衣服里面绝大多数都是丝绸，把她一年四季的衣服都裹上去了。那当然，朋友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个奇迹里面，人要永生，人要怎么样不腐？这个马王堆女尸是一个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2000多年，就是除了埃及的木乃伊以外啊，这个马王堆的女尸是一个尸体不朽的一个例子。那么裹在她身上的这个20多层的丝绸起了什么作用呢？有没有起作用呢？这个不好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吧。总之，这个丝绸在咱们中国的文化当中，是有特殊的意义的。那么这个蚕宝宝，是吐丝是这个丝绸的这么一个来源，所以对它呢也是非常的敬畏的。在以前江南的时候是要敬这个蚕宝宝的，要敬这个蚕神的，有蚕神庙，也叫个码头神庙的。据说农历的3月16号呢，就是这个蚕神的这个生日，所以都是要进行祭祀的。所以这个地方这幅画儿，因为很少见，在花鸟画里面，所以我就特别的就多讲一下。然后我还选了一幅这个马全的啊，这个他的画的非常好，这个朋友们就一目了然，都不用我多说了。我只是要在这儿指出一个什么呢？马全他自己说的，他这个画呢是仿北宋人写生。这个地方我只是要强调一下，写生其实写生是中国花鸟画的一个传统啊。有些朋友们学画画，喜欢画画，可能知道这个宋代自称为天下第一人的艺术皇帝宋徽宗，他也是对这个写生啊非常的重视，观察自然非常的仔细。他曾经就观察这个孔雀在飞的时候啊，哪一只脚先提起来？朋友们想一想，孔雀飞的时候哪一只脚先提起来？因为它飞的时候不可能2只脚一起提起来飞，要有一只脚等于有个启动一样的先提起来。咱们这个宋徽宗皇帝他就注意到，孔雀飞起来的时候，他的左脚就会先提起来。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说，在这个要画一幅好画，这个传统，从写生的传统，观察自然，这么仔细的观察自然，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步。这也就让这个艺术家的功力不是那么就是说有一个基础吧，有一个很深厚的基础啊。所以我这儿着重强调一下这个写生的事儿。这个在展览里面，这位女画家还有另外一幅画叫《白头荣桂》，朋友们可以看一下，两只白头，还有桂花，还有芙蓉花。这儿呢，又是取了这个图像的这个就是象征意义，又取了这个文字上面的这个象征意义。桂花就是取那个桂字，
芙蓉花就是取那个蓉字，那白头呢就是白头翁嘛，白头荣贵，这个很容易理解了啊。现在，咱们可以看一下，放大了以后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画法，它这个勾染法、墨骨法结合起来，可以把你看桂花画的这样，这个小小的花其实很难画的，它画的这样子，真是画的可以说还是很生动的。好吧，这是马全的画，这是一绝。底下我们介绍第二绝是晕冰，这一幅是他的《玉堂富贵图》，是他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一幅作品。看他这个构图啊，你看底下的这个牡丹，然后这个海棠和玉兰这样的穿插，这三个其实都是一个大折枝花。大折枝花呢，你看它这样穿插的，还有这样的曲线，所以呢，就是不呆板，整个的话还是很生动。虽然是大折枝，可以几乎就感觉到它好像就是连着根儿一样，甚至有着迎风摆动这样的感觉，是吧？那么那个它的这个画呢，都是以墨骨法画的。这个它的这个墨骨法的这个画法是传承的他们晕家的传统。这个晕家，我上次给你讲的晕氏啊，常州画派，晕寿平是这个常州画派的开创者。你看，从17世纪可以说到19世纪、20世纪，这个几百年里面，这个晕氏家族哦，包括他们的街坊邻居也好，很多人都是成为画家。这个墨骨画法简直就是风靡天下。这幅荷花，蒲糖金粉，朋友们看，就是非常典型的晕寿平的这个墨骨法。那么朋友们也会问，哇，这个晕寿平真是个天才，他开创了这么一个画派啊，以他这样的画法惊讶了整个天下。其实这个任何一样东西的这个成长到成熟都是有过程的。这个墨骨画法，如果要说起来的话，也有朋友们说，可能了解的说，可能从新石器时代有一些画画就有这样的画法。但是一般来说呢，是从六朝时候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叫张僧繇，他在南京的宜乘寺用红颜色和青绿色画了画以后呢，就是用的这个墨骨法，实际上因为不用线条，就是直接上色彩画的，当时的人称之为凹凸法。那这种画法到了宋代呢，五代唐末五代的时候，跟那个皇家富贵徐熙野医的这个徐熙和他的儿子也好，孙子也好，叫徐从嗣，据说呢也是继续了这个墨骨画法。那么到了宋代呢，这个常州就是那个时候叫毗陵，常州这个地方其实出很多画家啊，在宋代的时候是毗陵的草虫画派，那么这个孙龙就是其中的画家之一。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这幅画，就是墨骨法来画的。你看不勾线，就是直接的用色彩染上去的啊。那么就是云南亭呢，云南田实际上是继承了这样的历史的传统嘛，但是它光大发扬了。那咱们来看一看这位一绝的这个晕兵，他是怎么运用这个墨骨法？你看，把这朵牡丹啊，这朵牡丹当然是我放大了不知道几十倍。那朋友们可以想，你像这么小的一个花儿，你给它放大到这么大，它的整个局部简直就是一丝不苟啊，真是一丝不苟，而且染的这么生动。你看每一个花瓣儿好像都在舞动一样的，简直是令人真是爱不释手啊！再看一看这个玉兰花，是不是它的这个它后面是那个小的花是海棠，前面是玉兰。这个晕冰除了他这个擅长墨骨以外，他自己还在这个墨骨法上面又加了一点工，加了一点什么工呢？朋友们看一下这个玉兰的花瓣儿，这样白的这样的纯洁啊，而且那个玉兰的花瓣儿，朋友们如果喜欢花的话，知道它那个花瓣儿啊是肉嘟嘟的，有一点点厚度的。因为它加了这层粉以后，是不是也感觉到就是这种质感？也可以让人感觉到了，是不是？那朋友们会很好奇，它这个白粉怎么到现在还那么白呀？因为有些一会儿咱们看它的那一幅这个百花图里面，它的有的地方就开始变色了。它这个白粉呢，据说是用珍珠粉，也叫鸽粉，就是给phủ上去的。这种粉呢会磨得非常非常的细，因为它经过长时间的氧化，
它也是一种那个是经过很长时间氧化的一种钛酸粉，没有含任何的铅，只要粉里面一有铅，时间一长它就变黑了。所以他这幅画真是他的代表作。要看见原画的话，真是更加有这个感觉。所以经过这个，你看它是19世纪嘛，到现在也差不多200多年了。这个白粉啊，还是这么光亮透明，有这样的质感，非常的不简单。底下我们就介绍他的这个另外一幅作品，是他的这个百花图，折枝花卉。这是在我们那个展场展出的时候，其实这个展柜是在那个圣塔芭芭拉美术馆，也是用的同样的展柜。所以朋友们如果没有看到的话，还是有机会，还有2天还有机会去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啊，这幅画非常长。这一幅我刚才讲李珏画的，李珏也是常州画派的，就是一位画家，他画的是33.33米长。晕冰的这个百花图卷是14米长，也够长了，14米长。那么这个折枝花呢，就是把花枝整个折下来啊，作为一个标本这样来画画，也许就是写生这样画的。当然，这个折枝在古代是可能是从习俗上面来讲也是很常见的。不过不鼓励大家去到任何地方折花儿，公园肯定不能去摘花儿，在野地里面也许可以哈。但是这个折枝花的题材按照记录，按照这个画史的来记录，从唐代就开始有了，所以到现在已经有1000几百年的传统了。你看，这是这一幅14米长的这个完整的画画，所以这个折枝花的传统已经有1000多年了，已经有1000多年了。那么它有什么含义呢？我们底下就来说几句哈。首先呢，因为是介绍女画家，好幸运啊！这是目前存世最早的一幅折枝百花图卷，而这个作者是谁呢？这个作者啊，说起来还是一位皇后。这位皇后呢，史书叫她杨洁玉，杨洁玉或者呢叫杨妹子。这个杨妹子皇后呢，据说是南宋时候宁宗南京的那个宁宗的这个赵括的这个皇后，是13世纪的人。这个杨皇后非常有才华，她会写诗，会填词，也很会画画。据说后人在明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毛晋，他编了一本书，叫《二家公词》，两位有名的词人的叫二家嘛，大家的公词就是写的词，给它整合在一起。一位这个大家是宋徽宗，还有另外一位这个词人就是这个杨妹子，所以可想而知，这个杨皇后啊，她的才华非常了得哦。她的画画有一种淡雅和脱俗的这样的气质。这一幅这个百花图卷呢，是有3米多长，3米多长。可是就是一共有17段，每一朵花，然后他就自己题一个诗，每一朵花他就题一个诗。那么按照这幅画最一开始是一个寿春花，寿春花，然后呢，它的上面他自己说的，他说这个他自己预制这个花是给谁呢？是给那个中殿生成师。中殿呢，往往在古代是宫廷里面，它是在宫廷的后宫的中间那个位置呢，一般都是皇后住的地方，所以这个中殿生成诗呢，就是给某一个皇后过生日的时候写的诗来祝贺她的生日的。那么学者们也研究了，按照底下讲的4月8号，按照他那个时段生日在4月8号的这个皇后是谁呢？是一位皇后，是这个，我看啊，是哪一个皇后？是理宗吧？是宋理宗的皇后，叫谢道清，她的生日是4月8日。
所以这个杨妹子皇后呢，就画了这个来给她祝寿，她自己写的诗。朋友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话，可以欣赏一下她的诗。上苑风和日暖时，奇葩色染碧波离。玉容不老，春常在，岁岁花前最受制。一样风流三样妆，偏于永日逞芬芳。仙姿不语群花病，只向昆明见受伤。昆明又是常常是这个皇后居住的这个宫殿的这个名字。那么他的画上面呢，实际上他自己没有提名，那怎么知道是杨妹子画的呢？那是到了又要过了几百年以后，明代有一个三成王，好像是一个也是明代这个皇族的一个后裔，他提了这么一段题跋，上面他说了：又百花图一卷，乃杨洁宇画也。洁宇盖宋光宁时人，所者谓与马远同时，后以色艺选入宫，其绘事过人，自能题咏，每流传于人间。此其所画，以寿中殿者也。欲得与吴中好世家，今逢唐贤妃殿下，千秋令解，进献以助万吴江之寿。所以朋友们又看这么一幅画啊，杨洁宇就是送给皇后过生日的。到了明代，这个三成王，又是买到了这个画，他又是献给了这个唐贤妃来给他祝生日的。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画的这个寓意和这个都是祝人家长寿的。那么这个题材啊，从我们刚才说的目前最早这个南宋的这个杨妹子以后，可以说花鸟画史上面画这个百花图的人就太多太多太多了。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三成王，他自己上也是个画家，也记录他自己也画过百花图卷。那像这个清代的张生，这个折枝花卉是在我们这个和尚花中国花鸟画之道的这个展览里面的，在纽约这一站的时候是展出的。呃，这幅画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当然，她不是女画家，我只是讲这个百花图的这个题材啊，很多人都画。然后我再举一个这个齐白石的画，折枝花卉的这个图卷，因为他自己说了，朋友们可以看一下齐白石他自己题的诗，你看他怎么说。齐白石的画谁都知道，但是像这样的画恐怕就仅此一幅。像他自己说的，他说东北博物馆将举办白石画展，予以衰老微远，不能公信其盛啊。不能公欲其身，大概是为作此，因此呢，他就作此长卷，记之。有解人当知，此乃于生平破例也。94岁的时候，他画了这个，所以这也是就是这个题材啊，非常的流行。但是朋友们也可以想一想，画这么一幅画，从几米到几十米长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前面我讲了这个晕冰画的这个画是有14米长，那咱们来欣赏一下它这个细节。我把这个齐白石的画放在它前面，现在一下跳到这个晕冰的这个百花图，朋友们一下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女性的这个柔婉、雅致这种情调哦，都在它这个画里面表现出来。特别这个粉色，这个粉色，在美国是作为女孩子的一个标志的啊。它这个地方用墨骨法画的这个花朵，你看这个晕染的全部开的花儿，或者花的背面，或者花骨朵这种不同的层次和交错，错落有致，都是非常的生动。上面的那个粉色的，我看一下那个名字，我觉得特别好玩，叫鱼儿牡丹。我不知道为什么叫鱼儿牡丹，是不是那个花朵的形象像鱼一样的？反正都很可爱。再看一看这个花儿，是不是又很娇弱柔美？这就是女画家的魅力吧。朋友们，呃，回忆一下，我刚才讲有这么多的女画家，马全、윤冰、李珏等等的人，他们王彩萍，他们都有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从小就受到教育。你看这儿，也许将来有些女画家就可以从这些小朋友里面诞生了。这个展览我刚才说了，在圣塔芭芭拉美术馆还有2天，
没有看到的朋友们还有机会再去看一下和尚花，八大的和尚花，还有晕冰的百花图卷都在里边。那么，如果说没有机会看展览的朋友们呢，这本图录《和尚花中国花鸟画之道》可以在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订购到，可以在网上订购。这个邮件呢，你们可以发到Tracy Jiao TJIAO@chinainstitute.org。也希望朋友们的关注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的网站，我们不断的会有新的展览推出来。我们非常自豪，可以在美国坚持了50多年，是美国唯一一个专门介绍中国艺术的美术馆。希望朋友们可以关爱和支持啊。那么，希望我的这个小小的讲座能够作为第一支迎春花献给大家，祝大家2024年吉祥如意，等候你们的光临，恭候你们的光临啊！谢谢大家，谢谢。